本期话题：忠孝真的难两全吗？我们在评论一个人人品的时候啊，通常喜欢从4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那就是忠孝仁义。倒不一定是说你这4样啊都得具备，缺一不可，但起码你至少得有1、2项符合标准。要哪个人要被别人说呀，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这人基本就是个毫无人性的人渣。可是慢慢有人就觉得用这4个标准去评判一个人有点不严谨。为啥呢？这4个字里面的仁和义也没啥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影响。一般来说呢，这个具备仁这个优点的，他肯定意义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这忠和孝啊就有问题了。咱们经常说那么句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说既然忠孝难两全，你用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去做评判标准，是不是说这个事儿就有点不严谨呢？可实际上啊，这种标准呢，老祖宗创造的这个标准到现在上千年了。这个标准刚开始推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忠和孝的关系跟仁和义是一样的，是可以并列存在一起的，就说忠孝是完全能两全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反而认为忠孝难两全？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这是统治者有意识的在模糊忠和孝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试图用忠来取代孝。咱们就从中国历史上刨一刨这个事情出现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忠和孝的关系啊是有问题的，咱们今天把它列为呢有矛盾。你比方说忠和孝，忠好像是对国，孝好像是对家。说你这顾得了大家就顾不了小家，顾得了国就顾不了家，有时候你为了国得舍弃家。那其实这种说法啊，这是后来一点点衍生出来。从根儿上来讲啊，忠和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公和私、国和家的分别。好像现在觉得忠代表的就是家国大义，孝呢就是对自己的家人长辈的情感和职责。但是在古代，整个社会对于民族大义这种东西并不很是推崇。最早提出为国为民这种思想的是墨家，讲究的是兼爱。可是这种思想呢，跟封建统治阶级历史冲突的。你要兼爱，那你怎么看出那个国君的重要性，统治者的重要性呢？所以墨家思想很快被淘汰了。我们以前的老梁通史节目里也讲过，那种所谓爱国的忠臣最遭皇帝记恨，就他爱的是这个国家，他不是爱的是皇上。所以皇上对于你忠于国家而不忠于皇上，那是切齿痛恨的。而贪官呢，不忠于国家却忠于皇上，皇上反而很喜欢。所以说这个忠在最早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这意思，它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道德。我在工作里尽职尽责就是忠了，我不掺杂其他很愚蠢的感情在里面。你看在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呢是礼乐文化，那个时候是忠和孝啊地位是平等的。在某种程度上呢，孝可能的地位还要比忠高一些。你比方说《吕氏春秋》里头举了这么个例子，说楚国呀有一个叫职公的人，有一次呢，这个职公的父亲呢把别人家羊给偷了，结果职公知道之后呢，直接跑出来告发他爹，来个大义灭亲。有的人说职公正直，后来这事儿被孔老夫子知道了，孔夫子听后直摇头，说真正的正直啊，应该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说你爹犯错了，你作为儿子，首先应该想着把你爹保下来。哎，你怎么还能去告发呢？这种行为不可取。当然好像我们今天一说大义灭亲，很多人称赞，但是你想想，文革那时候到处都是大义灭亲，儿子告发爹，女儿告发母亲，兄弟之间互相整。如果这个社会真是广泛的提倡大义灭亲的话，有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说，你的人性何在呢？所以咱们现在呢，我记得前几年我做新闻评论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事儿，河北的这个司法机构呢，就把大义灭亲这条啊从相关的法规里边做了弱化处理。我想这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权的时代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儿。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说，在这个古时候啊，有时候孝的地位还要高于忠。同样的例子在《史记》里也有。你看《史记·伍子胥列传》里边记载，伍子胥呢他是楚国人，父亲叫伍奢。
是太子的老师，负责教导太子。结果太子呢跟一个叫费无忌的奸臣呢有矛盾，就被他诬陷了。这武奢也被牵连在里边，要被处死。费无忌一看武奢还有俩儿子活着，得斩草除根呢，所以就跟楚平王进谗言，把这俩儿子一并弄死。结果大儿子武尚呢跟父亲一块被处死了，小儿子伍子胥呢成功跑出去躲过一劫。伍子胥跑到吴国以后呢，就想方设法帮助吴国变得强大，然后呢吴国打楚国，替伍子胥报仇。这样呢伍子胥呢说服吴王阖闾呢打败了楚国。伍子胥带兵呢再次进入楚国的国都郢都，找楚王报仇。结果楚国现任的国君楚昭王跑了，伍子胥满腔恨意无处宣泄，就跑到已经死去的楚平王的坟墓上，把楚平王尸首重新挖出来，鞭尸300下泄愤。所以这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这要是在往后的封建时期，你像隋唐啊、宋元明清啊，伍子胥肯定大逆不道啊。你说你身为楚国人，帮助别的国家打你祖国，甚至把已故君王尸体拿出来鞭尸泄愤，你这都死罪呀，这缺德了。可在当时呢，伍子胥迎来一片叫好声，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说法，他的做法。其实我们今天看伍子胥这种做法，你也不能说他就错了。如果你的祖国把你全家都给害了，如果你的国家根本不保护你的利益，却反而冤枉你、残害你，这样的国家还值得你爱吗？那么你再回来报复，我认为倒是天经地义，反而是男儿血性的表现。那种无条件忠于一个国家、爱一个国家，我认为这是违背人性的。司马迁呢在《史记》里边就赞扬说，这伍子胥呢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你看前2天这个著名的文学家白话过世了，他当年写了一个小说《苦练》，里边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国，结果反右大革命啊，被弄得惨不忍睹。他的女儿说：“你爱这个国家，这国家爱你吗？”当年呢，这个作品呢，发表起来都非常费劲。但其实我们知道，小说体现的主旨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国家摧残你，你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吗？我们经常说，哎呀，那母亲那就骂错了咱们还能埋怨母亲吗？不对，一个国家跟你的关系不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绝没有一个母亲爱孩子爱得那么深沉。所以孝是人的基本感情，而忠却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产生的一种客观上的要求，它和孝在人性层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忠和孝其实是两码事，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东西，它互相之间没有冲突。但是这种关系到了秦汉之后呢，就被人彻底颠覆。秦汉以后呢，随着围绕着皇帝的中央集权建立啊，天平越来越往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就发生变化，变成了由忠于一个国家、忠于天下，改成了只对皇帝和他的家族忠诚。以前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本双方呢是个权利义务的关系，后来就慢慢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从属关系。忠就这样转变成跟孝变成了一个性质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是父权，一个是君权，对象不同罢了。那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那这样对皇帝啊，对统治者是最有利，所以他自然希望你在家怎么对你爸爸啊，那么你在朝廷上就怎么对皇上。所以忠和孝变成了一码事，那一码事作为同一标准下对一个人的要求，那当然就会存在冲突。所以忠和孝的关系就成了咱们现在经常调侃那句话，就是我媳妇说，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先救哪都有问题，都不对。而且这句话在历史上呢，还真就有人这么问过。曹操他儿子曹丕，曹丕在被曹操定为继承人之后啊，这个曹丕呢，他爸爸就送了很多人送到曹丕这儿来干啥？辅佐他，来锻炼他。其中呢，就有一个叫秉元的，能力很强。有一次曹丕在家里摆宴席招待手底下官员，也是喝多了，这曹丕突发奇想，就问在座的人，说是我现在算你们主子，要我和你们的父亲两个人同时得了一种病，快死了，能够救的这病的药丸啊，就剩1颗了，你们怎么选择？大伙一看未来的君主都这么问了，很多人就高调表忠心呗，很恶心的张口就答，那当然是救君主了。唯独秉元在一旁不吱声。
曹丕一看他只顾喝酒，根本不符合自己，就拍拍桌子示意说：“大伙消停点啊，安静下来。”他走到秉元跟前说：“秉元呢？你怎么选择呢？”哪知道秉元噌楞就站起来，大声说：“救我爸爸，这结果你满意了？”说完起身就走，把曹丕就给晾到原地了。你看，大伙心里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正常的选择应该救自个儿爸爸。可是秉元这种表态呢，很多人不敢。幸亏这个秉元呢死得早啊，要是后来等到曹丕当上来魏王的时候，继位之后，恐怕这秉元绝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选了孝呢，恐怕在封建社会里呢没啥好结果。那选了忠呢，有的时候也不行。东汉时期呢，有个叫赵褒的西辽太守，就是因为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最后愧疚的跟自杀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忠孝之间你选择忠，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人性的。这个赵褒驻守西辽的第2年呢，想把自个儿的娘接到自己身边，能够尽孝，结果弄巧成拙，正赶上鲜卑人入侵，半道把他母亲给劫走了。鲜卑人就用他母亲来威胁他，让他开城投降。赵褒纠结来纠结去，最后选择跟鲜卑族人对抗到底。这就尽忠。他在城楼上对着母亲喊说：“娘啊，儿子不孝啊，不能为了私情就辜负皇上对我的信任，对不起您了。”说带着士兵就跟鲜卑人杀起来了。结果最后虽然打败了鲜卑人，可他母亲却被杀了。当时汉灵帝呢感慨他的忠心，给他加官进爵，但是赵褒内心呢满是对母亲的愧疚。跪在母亲的坟前说：“杀母以权益，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他越说越自责，最后在他母亲坟前吐血而亡了。所以说，到了秦汉以后啊，就形成了我们开头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可即使这样，作为统治者还是不够满意，就觉得光改了忠的概念啊，由原来忠国家、忠天下变成了忠皇上一个人，这只剩你两难，这不行，必须还得把效忠君主放在头一位。索性呢，就把孝的概念也改了，把孝给融到忠里边。就这个忠就包括了孝，所谓忠是大忠，孝是小忠，所以尽可能让你心里只有忠没有孝。你看后来呢，出现了一部经书叫《孝经》，里边有一些对孝的定义。你比方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就把忠孝硬往一块捏。你说这部经书名叫《孝经》，其实不改成《忠经》，就纯属统治者为了愚民搞的。还有《礼记》里边提到过，说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你说这打仗有没有勇敢跟孝有半毛钱关系吗？后来对于推崇孝道例子越来越过分，比方什么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治病，什么这郭巨埋儿奉母啊，克木事亲，卧冰求鲤，就24孝里边这些东西基本都是扯淡的东西，都是垃圾。他目的只是让老百姓在潜意识里埋下牺牲自己成全君主的这些想法。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那跟皇上没关系。所以在古代官场上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就封建君主纯忠灭孝的意图。过去按照规定呢，朝廷官员但凡谁家父母要去世了，官员本人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给父母守灵27个月。说3年，他1年9个月算，表示呢对父母最后的孝顺。还有个专有名词叫丁忧，而这条规定呢代表着孝的历史地位。当然有人说那你说国家要是强调忠的话，那就不能有这个丁忧了。不是，他正因为强调忠，就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对你爸爸对你妈，你就应该怎么对皇上，他就从这个上感同身受的往上引。所以他必须首先肯定孝，他肯定孝的目的是为了肯定忠，然后用忠来覆盖孝。所以当皇帝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抑孝扬忠。万一哪个官员在皇上最需要他的时候，家里死了人就回去丁忧去了，这皇上针对丁忧就想出一条对策，叫夺情起父。意思很明显，夺情就是剥夺了你的父子母子之情，需要你的时候，你别管什么丁忧什么27个月了，赶紧回来给我干活，你赶紧付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就曾因为丁忧挨了一顿骂，还不是挨皇上的骂，挨跟他同是一朝臣子的左宗棠的骂。就是咸丰7年，就1857年的时候，
当时担任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得到消息，说他爸爸1周前去世了，那时候离得远，那信息也不方便，他就给皇上写了封信，说我呀回家要丁忧守孝。可这会儿呢，太平天国闹得正凶呢，咸丰皇帝不想让曾国藩丁忧放假，但没办法呀，曾国藩之前他母亲去世了，他在家丁忧，就半道就让皇上给叫回来一次了。你这回要再不同意，这皇上打自个儿脸也不好说。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边同意他回去丁忧，一边赶紧给左宗棠下命令，说你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你把曾国藩给我弄回来。左宗棠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哎呦，信里把曾国藩给一通臭骂，把什么《礼记》呀，还有朱熹那个《资治通鉴纲目》都给搬出来了，说你不顾大局，国家有难，君王正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顾你家里那点事儿，枉为臣子，硬生生又一次把曾国藩的丁忧给打断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后来曾左2个人决裂，算因为这个事儿也多少有点原因。所以你看，咱们纵观整个历史关于宗和孝的演变，其实都只是为了满足封建君王的个人欲望。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由于帝王的自私自利造成的。其实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国家天下这个比较来看。咱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的理解成呢，这君王的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呢后来解释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是亡国？改姓易号谓之亡国，就是清朝取代明朝，这叫亡国。什么叫亡天下呢？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整个人的正常权利都保证不了了，这叫亡天下。这亡国呢跟每个老百姓关系不大，他改姓易号，今天的天下姓李，明天姓张。而亡天下，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因为和你的责权利密切相关。所以后来梁启超把这句话总结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不是什么领导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就知道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流传千古的一个愚民说法而已。现在大家都喜欢看一些帝王后宫的电视剧，看着挺好，挺刺激，但是看多了就特别容易被剧情误导。什么误导呢？就说后宫这些女人们呢，整天没别的事儿，就琢磨怎么争宠。宫女呢想当皇上的嫔妃，皇上的嫔妃想当皇后，皇后想坐稳皇后之位，最后当太后。所有女人都想怎么讨好皇上，最好给皇上生个儿子，这样就能够母凭子贵，飞上枝头变凤凰。但真实的历史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后宫里呢还有一群女人呢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她们虽然生活在后宫，却不是皇上的女人，她们和大臣的属性一样，不仅参与朝廷的一些政策讨论呢，还负责皇上的衣食住行和后宫的建设。历史上把这些女人呢称为宫官，宫是皇宫的宫，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女官。女官不比大臣，想在复杂的这个宫廷生活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具备一些过人的本领。那么中国历史上这些女官，她究竟是靠什么受到皇帝赏识的呢？首先一个，她的才学必须得出众。因为这些女官的生存之道咱这么说，在后宫里她不是凭姿色，因为她们不是皇上女人，皇上选她们进来也不是因为她们长得好看。所以让你到后宫来，这后宫的环境它不比整个官场它等于是个缩微版的小官场，很复杂，你没两下你驾驭不了。你看咱们说一个历史很有名的女官，女博士韩宫，她名叫韩兰英。说怎么女博士呢？博士这个称呼自古就有，但是跟咱们现在这个博士的意思不一样。这个韩兰英在历史上获得了女博士这个位置，这很不容易，因为历史上的博士既代表才学，同时又代表着你科举之后的一个社会地位。那么韩兰英怎么得到女博士，还被尊称为韩宫的呢？这个南齐书里边记载，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士献中兴赋，被赏入宫。这什么意思呢？就南朝宋齐梁陈宋孝武帝时候的韩兰英是一位来自吴郡的奇女子。当时呢，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按理来说只有朝廷大臣或者后宫嫔妃写的文章才有机会被朝廷看到。但是这个韩兰英主动写了一篇中兴赋进献给皇帝，皇上还看着了，
当时就给韩兰英点赞，说能写出这等文章必是才女，招进宫里了。当然招她进来不是做嫔妃，因为当时韩兰英如果是个未婚少女的话，被封为嫔妃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南齐书里提到她叫妇人有文辞，妇人这称呼，猜想韩兰英当时肯定结了婚了，所以她不是处女，所以皇帝把她招进宫是当女官的。所以南齐书里边呢提到呢，说这个韩兰英立世为职，以其年老多时称为韩公，就是她不是一辈儿伺候一辈皇帝，伺候好几辈皇帝，岁数大了，见识也多了，就被称为韩公。韩公本来这是能叫公都难的，但说明他这资历很深。这个韩兰英呢，到了萧道成接受禅位的时候，建立南齐以后呢，这不宋齐梁陈，宋之后是齐，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陈陈霸先嘛，宋齐梁陈。到萧道成建南齐的时候，韩兰英正式被任命为后宫司仪。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博士，这时候博士是个头衔，就代表一定的地位了。随后呢，韩兰英经历了两朝七帝的治世，就经历了齐梁两朝，总共7个皇帝。粗略估算一下，他入宫时间得有30年了，加上他入宫的时候他已经20出头了，韩兰英这时候大概50多岁了。所以南齐书里才会说，以其年老多时呼为韩公，就岁数大了，又博学多才，大伙尊他为韩公。说白了，老妖精都成神成仙了。那么这个女博士负责什么工作呢？主要是呢教导后宫的嫔妃学习书法和文学。因为韩兰英当初入宫是因为文笔出众，她的文采在那摆着呢。那么这个历史上呢有一个小插曲来说明韩兰英这个文采有多高。就当时齐武帝萧昭业让韩兰英即兴赋诗一首，结果这首诗不仅展示韩兰英的文采流传后世，而且还救了一位苦命女子的命运，改变她的命运。说这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有记载，说后宫有这么一位姓严的宫女，她身世很可怜。在这个皇宫入宫前呢，她有丈夫是个酒鬼，啥事都不争气。这宫女的父母一看这姑爷气不打一处来，就想自家的这个闺女，你说这样不甘心，就强行从她丈夫那儿把自己女儿带走了，把她送到宫里。一个是在宫里能挣点钱，万一被哪个王侯将相看上了呢，那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命运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爹妈把自己闺女给卖了。结果这个可怜的宫女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皇上那儿。有一天皇上兴致大发，要考个韩兰英，说你给这苦命的严氏宫女做首诗。韩兰英听这考题一愣，然后想了想，就对着皇帝就写了一首5言诗，很快，叫丝竹犹在狱，愁人独向狱，气质将以水岭微波曲。就说这个这边丝竹管弦的，莺歌燕舞的。结果这头呢，命运悲惨的人呢，一个人对着墙角在那想自己命运，在那悲伤。说他把这个人给闲置那么长时间，也没人理，没人什么，大好青春都浪费了。你说谁可怜这个苦命的女子？这就表达了这个严氏宫女的命苦。这言外之意希望皇帝能允许她出宫回家。毕竟人家丈夫是个酒鬼，没出去那也是一天知冷知热。你在宫里边这独守空房，这滋味多难呢。皇帝一听也是一愣，心想这诗是给我听的，话里有话，是让我放她回家呀。这个齐武帝萧昭业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多好的皇帝，但是恻隐之心还是有的。说既然韩兰英替这宫女说话了，就把这严氏宫女放过去吧，回自个儿家吧。你看韩兰英这首即兴做的诗，不仅救了这个苦命的宫女，也成为她唯一一首被流传保留下来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知道韩兰英很有才，就是这首5言诗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说女官第一个生存之道，你得有才。第二个生存之道呢，胆识过人。说白了，这胆识过人，咱就想起那句话叫不让须眉，你比老爷们都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女官，胆识过人，什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她叫傅善祥。因为咱们都知道科举里头是没有女人的，更别提女状元了。那么说到这个唯一女状元，咱得从科举考试说起。隋朝时候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到了1905年呢，满清废除科举，科举呢有1300多年历史，这期间出了很多男状元，没一个女状元。
因为古代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别说上京考状元，能让女子出个家门读点书，那都已经是烧高香了。在清朝，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女状元，就我说这傅善祥。她怎么能成第一个呢？得感谢太平天国。当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呢，开设女科，允许女学生考试，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但允许女学生考试呢，这个时候傅善祥他的尖儿就露出来了。当时考题呢总共有2道，其中一道题呢取自《论语》当中孔子的名言，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考题一出，很多考生特别高兴，说这就送分题呀。他为什么呢？怕的是这个孔夫子的言论呢，东也行西也行，你得呢根据不同的角度来辩。但是这个题没得争辩，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是孔子的定论，那孔圣人出的，而且《论语》里边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摇啊，所以你就顺着意思往下写，那应该说这题呀你就扣上了，就合题了。所以这么一个大人物的话作为考题，你敢不顺着他说吗？所以很多考生就按照孔子的思维来答，就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是傅善祥可不这么想的，他大胆指出孔子所说的难养是错的，然后就像咱们现在大学生写论文一样，摆事实讲道理，列举了古代很多贤淑女子，比方说孟母三迁呐、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呐，等等等等。说你看这些女人相夫教子啊，不是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结果傅善祥的文章被洪秀全看到了，洪秀全那是赞不绝口。为啥呢？他是造反起家，他得推翻清朝的统治时候呢，首先得从推翻清朝一些既有的不合理规章制度开始。这就跟咱们历次政治运动的时候，你总得树个典型来反对原先的一些东西。洪秀全一看这么一个敢想敢说、有理有据、敢挑战封建传统思想的考生，何况是女考生，太难得了。洪秀全一激动，朱笔一挥，圈定傅善祥为状元。这还不算呢，洪秀全赏赐傅善祥啊这个非常好的衣服啊、缎子呀、什么织锦呢，给傅善祥啊花冠锦服。史书记载是但见街头巷尾中，众口连呼傅状元。就当时傅善祥穿着洪秀全赐给的新衣服，骑着马在南京城里游街游了3天，一路上那是锣鼓生箫。老百姓也没见过女状元，争相出来看，说看这女状元到底是谁，长啥样。傅善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当然傅善祥胆识过人，后边有很多实际的例证，就是他敢大胆尝试改进太平天国上一些政策。比方说呢，他让东王杨秀清废除不准女子改嫁的条令，帮杨秀清制定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政策，大胆提出男女平等。所以傅善祥胆识过人，这不是说他当女状元的这个唯一条件，但是后来他这些所作所为确实说明女官啊要在男性当中脱颖而出，他一定得有超越男性的地方。就我说巾帼不让须眉，所以女官第2个生存之道胆识过人。第3个生存之道呢，你跟一帮老爷们儿在一块勾心斗角，而且后宫的斗争很复杂，你要心眼儿差点那肯定不行，得让人弄死你。所以工于心计是必须的。咱们接下来说一位女官啊，她这工于心计呀得有点负面。谁呢？北齐的女官叫陆令轩。陆令轩你听着陌生，有个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过，叫《陆贞传奇》。《陆贞传奇》里的陆贞原型就是陆令轩。电视剧里边呢，陆贞最后成了中国首位女丞相，带领北齐走向昌盛。但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真实的陆令轩呢不是女丞相了，人家都皇太后了，控制整个后宫，甚至朝政大权。北齐呢也没有因为陆贞而昌盛，反而因为他加快灭亡的脚步。这个陆令轩虽然是陆贞原型，但2个人身份一开始就不一样。陆贞是因为织布成为女官的，陆令轩是什么呢？当皇上的奶妈，才有这样的机会。那这个当时的皇上为什么会赏识自己的奶妈陆令轩呢？因为陆令轩给了皇帝母爱。当时的皇上高纬啊，是北齐的第5任皇帝，他的父亲高湛是个昏君，在位的时候宠信坚定，生活淫乱，使得北齐啊日益式微。为了省心呢，高湛把手里烂摊子交给儿子高纬了，说我当太上皇去了，你干吧。你想把烂摊子交给儿子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爹，所以高纬在高湛那得不到什么亲情，甚至在自己母亲胡太后那呢也得不到母爱。
因为他母亲胡太后水性杨花，整天就顾着看上哪个面首啊，哪个帅哥了。所以这个时候，陆令轩很快就发现高伟内心的空虚，就加大对高伟的关爱。这样在高伟呢就觉得陆令轩自己奶妈就像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比自己亲妈好。所以高伟继位之后，陆令轩的地位水涨船高。陆令轩呢就生出野心来了，想独步后宫当太后。但皇帝就算怎么依赖奶妈，毕竟生母胡太后立在这儿呢，你越不过去。但陆令轩一点不担心这个，他想好了计谋了。根据陆令轩的观察，他发现呢，高伟对当朝皇后就他老婆带的一个这个侍女特别感兴趣。这侍女叫穆黄花。陆令轩就盘算着这个穆黄花将来肯定有用武之处，索性就收了这个穆黄花当养女。这穆黄花第一个知道陆令轩和高伟的关系，第二个自个儿当时就是一个普通宫女，伺候皇后的，无亲无靠没有后门没背景，能当着陆令轩的养女也算有个靠山。两个人一拍即合，说白了互相利用。不久之后呢，这穆黄花呢顺利生下了小皇子高恒。陆令轩趁热打铁，抓紧实施计划，一面呢鼓捣这皇帝高伟封穆黄花为洪德夫人，先有个名分；另一方面呢，把小皇子高恒过继给皇后当养子。你看这招多好，这样高恒就有机会被立为太子。果然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小皇子高恒呢真就被立为太子了。这穆黄花对陆令轩感激不尽，俩人就跟亲娘俩一样往来。陆令轩的对手胡太后就是皇上的亲妈，没那么好命了。前面说胡太后出了名的水性杨花，高湛在位的时候呢就与大臣勾勾搭搭，高湛死后肆无忌惮，最终纸里包不住火，胡太后的丑事就被揭发出来了。他儿子皇帝高伟知道之后特来气，一气之下把自己母亲胡太后幽禁在了北宫，从此母子俩关系一落千丈。这个有点像历史上秦始皇和他母亲赵姬的关系。这个陆令轩呢趁着胡太后落难的空档，他在外边布局，把这个皇后，就是高伟的皇后，他的父亲当朝的一个丞相给诬陷了。最后呢，这国丈呢被杀了，这皇后也被废了。你想皇后被废了，对陆令轩和穆黄花来说是绝对好的机会。所以陆令轩有事没事就劝皇帝呢立穆夫人为皇后。皇帝很犹豫，因为穆黄花身份很低，你看我宠爱的宠爱，这皇后还不够格呀。所以正当皇帝闹心的时候，这胡太后站出来了。胡太后虽然被这个关起来了，但是她毕竟还是太后所以她不仅坚决反对穆黄花做皇后，还向皇帝推荐自己亲侄女大宅门出来的名门。最终呢，这高伟也不傻，经过衡量呢，立了胡太后的亲侄女为胡皇后。说这陆令轩计划被破坏了没有？他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说这个人心眼真多，他以高恒是太子为由继续游说皇帝，说你立他亲生母亲洪德夫人穆黄花为皇后吧。皇帝听多了也心烦，可是先前已经立过皇后，怎么办呢？架不住陆令轩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皇帝终于决定立穆黄花为左皇后，胡皇后为右皇后。一左一右俩皇后，历史你这东宫西宫都得分个上下，这种平齐的左右皇后哪个朝代都没有这样。但就这样，陆令轩和穆黄花不甘心，他想要让穆黄花成为唯一的皇后。这时候陆令轩又想了个阴招。有一天陆令轩来看胡太后，胡太后被关起来多长时间没个人来，让人还挺兴奋，俩人聊的时候，陆令轩假装说漏嘴了，说你亲侄女胡皇后在背后说你，说自个儿这个姑姑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丢了胡家的脸。结果这胡太后气的，因为啥？就怕人揭短呢，自己亲侄女这么说，而且我是没有你当不了皇后火冒三丈，叫人把胡皇后叫来，让自己的这个家奴把他头发给剃光，给你送回家去，就我代替皇上休了你了。所以这么的，胡太后亲手断送了自家的命脉，从此以后再就没有跟陆令轩抗衡的能力。这样一来，穆黄花顺理成章唯一的皇后了。陆令轩也因为既是皇帝奶妈又是穆黄花的养母，双重身份得到了皇太后的待遇。所以陆令轩控制后宫之后呢，他并不满足，他又把手伸到了朝廷里。根据史书里记载呢，
这陆令轩呢，把皇帝作为朝堂棋子，自己把控后宫，再勾结大臣，全方位操纵北齐大权。陆令轩虽然掌握大权呢，但是他的毕竟是术有专攻，他心眼多，但他不懂朝政，他只知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加上当朝皇帝高纬一味的听陆令轩的话，最终加快了北齐的灭亡。最后梁取代了齐，这位工于心计女官呢，最后落了个拔剑自刎的结果，被后世唾骂。所以你记住，这陆令轩和那陆贞传奇是美化了陆令轩，历史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总结这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女官呢，她的生存之道，咱可以得出个结论：封建社会里头，女子无才就是德。能够在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导的职场当中，最后拼杀出一条血路来，他非有过人之处不可。所以咱们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你看跟一帮老爷们勾心斗角，最后能占上风，这女的她比一般男的狠多了。所以您要在职场啊碰到那么一位女强人，你最好敬她3分，跟她有冲突的时候退避3舍吧，一般老爷们弄不过这样狠的女人。